你能想象吗？当你在小贩中心用一台价值上万的 MacBook 毫无防备的霸位买海南鸡饭时，远在几千公里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正有无数人坚信这片土地不仅是法外之地，还是遍地危险，随时会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诈骗园区。这听起来像是一场黑色幽默，但这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连新加坡武装部队新兵训练用的德光岛，都被这些营销号绘声绘色地编造成了戒备森严的诈骗窝点。更荒谬的是，他们甚至煞有介事地编造了所谓的新加坡受害者口述，这些把新加坡人当成圈养目标，把全球金融中心描述成罪恶之城的地摊文学，离谱到连本地中学生看了都要笑出声。但为什么这些漏洞百出的谎言能获得数百万的流量？这些把流量建立在抹黑新加坡基础上的势力，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猫腻？欢迎来到金沙眼，今天我们不谈情绪，只谈逻辑。我们将用最冷酷的底层思维扒开这层画皮。为什么常年霸榜全球最安全国家的新加坡，不仅没有诈骗园区，反而成了跨国诈骗团伙手里最完美的流量诱饵？这场针对新加坡的跨国舆论骗局，真相往往比谣言更加残酷。要理解这种荒谬的认知偏差，我们得先看看这张被算法彻底扭曲的东南亚地图。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里，东南亚不再是一个由11个主权国家组成、经济发展极度不均衡的复杂地理概念，而是被简单粗暴地压缩成了一个贴着危险、混乱、法外之地标签的单一惊悚盲盒。当你每天在屏幕前刷着各种边境犯罪故事，看着那些配着悬疑音乐的短视频时，大脑会自动将这种恐惧泛化到整个东南亚版图。于是，距离金三角2000多公里，常年霸榜盖洛普全球法律与秩序指数前3名的新加坡，就这么毫无逻辑的无辜躺枪了。最典型的黑色幽默，莫过于网络上疯传的德光岛诈骗园区事件。任何一个服过国民服役的新加坡男性看到这个新闻，估计都会笑出声。德光岛是高度戒备的军事禁区，是新加坡武装部队训练新兵的大本营。岛上除了全副武装的军人，严密的军事设施，可能就只剩下野猪了，根本没有任何商业设施或者民用建筑。把正规军事基地硬说成诈骗园区，甚至还能煞有介事地分析那里的武装看守有多严密。这种谣言的产生，本质上是因为部分网民对真实的物理世界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却对网络上的惊悚叙事深信不疑。他们分不清法治社会与权力真空地带的区别，任由算法将自己的认知切割得支离破碎。而这种对地理和政治环境的无知，恰恰是诈骗团伙最喜欢利用的弱点。那么，如果在新加坡真的搞一个诈骗园区，到底现不现实？我们接着往下算一笔账。我们不妨抛开情绪，用最基础的商业逻辑和成本核算，来拆解一下在新加坡建一个诈骗园区到底有多违背常理。任何成规模的非法拘禁园区，它的核心商业模式都建立在3个基础之上：极低的土地成本、廉价且不受保护的劳动力，以及权力寻租带来的法外特权。但如果你把这套模式搬到新加坡，财务报表会教你做人。首先看土地成本，新加坡人均 GDP 接近9万美元，可谓寸土寸金。假设一个诈骗头目脑子进水，想在大市或者裕廊的工业区租下一个能容纳2-3千人的厂房，用来搞非法拘禁，他不仅要面对全球名列前茅的高昂租金，还要缴纳极其繁重的外籍劳工税。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数据，本地就业市场的中位数月薪早就突破了5000新币。用这种成本去养打手和诈骗犯，连电费都赚不回来。其次是合规与监管。在新加坡，你想把几千号人藏在一个封闭建筑里，新加坡民防部队的消防检查会让你无处遁形，人力部的突击宿舍检查会直接查抄你的底裤。更致命的是无处不在的城市天眼系统，
新加坡警方部署了超过9万个监控探头，覆盖了几乎每一个组屋底层、电梯和街道。在这个连乱扔烟头都要面临重罚，甚至保留着鞭刑的严刑峻法社会，你要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运送和控制几千名受害者？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新加坡没有军阀，没有地方武装，更没有权力真空地带。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常年位居世界前5。你想靠塞钱贿赂警察来换取保护伞，这在新加坡不仅是天方夜谭，还会让你直接面临贪污调查局的请喝茶。所以，在这样一个高度透明、法制严明且运营成本极度高昂的国际金融中心，搞劳动密集型的非法拘禁，从投资回报率上来说，纯属自寻死路。真正的诈骗园区只能像寄生虫一样生存在那些缺乏监管、法治崩塌的边境地带。既然如此，为什么每天还是有那么多人声称自己被骗到了新加坡？既然新加坡在物理层面上根本不存在诈骗园区，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或者亲友是被骗到了新加坡？这就触及到了我们要揭开的第2层真相。真正的风险从来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中介的伪装与流量的操纵。新加坡警察部队每年发布的年度犯罪报告都明确指出，本地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网络诈骗，比如钓鱼链接和投资骗局，而不是人身绑架。跨国诈骗团伙非常清楚，如果直接打着去某些边境危险地带的旗号招人，哪怕工资开得再高，也没有人会去。于是他们盯上了新加坡，诈骗团伙恰恰是利用了新加坡安全、发达、高薪、法治的国际声誉，将其包装成了最完美的诱饵。他们的操作手法非常精细，在各大社交平台和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的高薪海外招聘广告，甚至伪造新加坡知名跨国企业的工作准证和邀请函，承诺优厚的薪资待遇和完美的高端写字楼环境。当受害者满怀期待，以为自己即将踏上前往樟宜机场的航班，开启人生赢家剧本时，陷阱才刚刚启动。诈骗分子通常会以签证办理、中转航班或海外培训为借口，在受害者转机途中或者落地后，通过非法中介，将其直接转移到真正危险的其他国家边境地带。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只是一个被借用的金字招牌，一个用来降低受害者心理防线的工具。新加坡政府和警方常年都在严厉打击这类借壳诈骗，并且多次发布跨国求职预警。但跨国犯罪网络的复杂性以及网络信息跨越国界的流动，使得这种远程诱骗难以被单方面彻底根除。所以，当你或者你的家人在网上看到那些门槛极低、条件却好得离谱的新加坡高薪招聘时，请务必保持极度的冷酷与理性。真正的危险从来都不是新加坡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利用你的信息差，利用你对高薪的贪婪心理，躲在暗处的跨国犯罪网络。在这个信息极度过载、算法精准投喂的时代，恐惧永远比真相传播得更快。将新加坡与诈骗园区画上等号，不仅是对这个国家法治环境与商业逻辑的无知，更是我们在信息茧房中逐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危险信号。当我们习惯了用情绪代替事实，用刻板标签代替常识推演，遇到问题不去看数据，而是去相信地摊文学时，我们也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被流量收割的受害者。打破偏见的第一步是睁开眼睛去看真实的物理世界，去理解冰冷数据背后的运转逻辑。真相往往没有谣言那么刺激，但真相才是你在复杂世界中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唯一护城河。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为你刺破了信息茧房，提供了不一样的维度与视角，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或者把你遇到过的离谱招聘广告打在公屏上。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让理性的声音在算法推荐中多占一席之地。我是金沙眼三在，我们下期再见。